美国共和党拿下了众议院，拜登即将遇到的麻烦会比以前更多，也更难止住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已经出结果了，参议院仍然被民主党所控制，不过也基本是平分秋色的。众议院呢这回落到了共和党手里，曾经窜访台湾那位民主党的佩洛西刚刚说自己不会离开议长的位置，才3天就面临着即将被共和党的凯文麦卡锡所替代。而这个凯文麦卡锡宣称如果共和党这次拿下众议院，那么他也要以众议院议长的身份再去趟台湾。现在众议院失守对拜登来讲是个麻烦事，因为共和党这次拿到了对总统发起调查、限制支出和限制制定议程的权利，一定会对拜登和民主党发起一连串打击。更何况这位凯文麦卡锡还是特朗普的大铁粉。以前呢，白宫如果需要众议院的配合，可以通过党内协调。现在议长位置归了共和党，再有什么严重的分歧，只能在两党之间拼，一直拼到下一次大选。比如上次佩洛西要去台湾，白宫呢还能劝劝这位众议院议长别被共和党利用了，别给本党惹麻烦。但是如果凯文麦卡锡上任之后再说要去，白宫那边想劝都没法劝。那么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所达成的共识也有可能被共和党颠覆，因为中美关系缓和本质上对美国经济发展也有利，共和党绝不可能容忍白宫缓和中美关系，让民主党拿出一个看得过去的成绩单。如果民主党有了改善经济、缓和通胀的成绩，大选的时候共和党那个红潮风暴就更掀不起来。其实德国的情况有点类似美国，德国总理舒尔茨刚到中国访问，马上德国绿党就通过德国外交部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这就是要在舒尔茨访华期间在舒尔茨背后捅一刀。这些宫斗戏都是为了大选中把竞争对手拉下主席台。不过呢，凯文麦卡锡有可能比德国那位女外长聪明一些，毕竟呢和民主党竞争的关键也是要拿出经济成绩，给美国带来经济活力嘛，总不能天天拿政治口号当咸菜。现在美国要小心一点，德国、法国努力在跟中国拓展贸易空间的时候，美国如果一味牺牲盟友利益压制中国，自己会不会将来反而被孤立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跟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刚刚向中国保证联合国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美脱钩，这对美国国内极端反华寻求脱钩的一群人来说就是个打击了。如果美国共和党和特朗普一样玩极端手段，估计也会因为经济手段更快的把自己的支持率砸下去。这一点凯文麦卡锡好像有过一点灵活性。当年呢，特朗普跟美国两党一些议员都曾经极力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这位凯文麦卡锡作为特朗普的铁粉密友，却为中国企业提供过所谓的保护。美国人指责他玩幕后操作，让国会没法限制一家中国企业拿到美国交通体系的合同。可见反华也是为了选票在演戏。那么无论如何，现在对拜登来说，未来2年挑战会更多了。他要么放开手脚，跟政府一起采取跟中国配合的态度，把两国领导人的会晤精神及时落实，及早压缩共和党活动的空间，这样还有可能在未来2年内缓和冲突，恢复市场信心。要么就跟共和党比谁更极端，那样中国肯定会承受更大压力，但是美国自己也会有巨大损失。顺便提一句这2天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感受到，中国现在对各种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还有扶持，未来几年会有一大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进口技术产品的替代会越来越广泛，可以让美国没法再用专利产品卡中国的脖子。所以不管是拜登还是麦卡锡，怎么样才能给美国找一条稳妥的发展道路，他们在这几年里边真的应该好好想清楚。